们今天的主题是你要疗愈到什么时候？啾啾溜溜不滑倒，带你体验人生不滑倒。Hello， 大家好，我是朱迪。今天邀请到宇宙合作社，然后还有极矿的老板娘 Tiffany TT。大家好，我是 TT。我们今天会帮大家问几个问题，因为 TT 呢，她在身心灵界就是已经有好几年的经历，然后她本身有开一些就是关于能量方面的工作坊，然后她对水晶也是非常的了解，所以今天要透过朱迪帮大家访谈 Tiffany， 然后看看她有什么样的思维可以分享给大家。大家应该在最近几年，应该因为身心灵界蓬勃发展，然后大家应该常都听到关于身心灵疗愈这件事情。那疗愈到底是什么呢？那像我们平常可能如果就是腰酸背痛，就去按个摩，然后可能就觉得哇天哪，我身体好疗愈哦。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网咖泡一天，然后在那边玩游戏啊，然后也会觉得天哪，好疗愈哦。那到底什么是疗愈呢？那这个我们日常中说的那些疗愈，跟我们在身心灵界的疗愈有什么不一样？来问问看 TT。我觉得疗愈大概方向就是分有没有意识的疗愈。像我们可能打游戏打一整天，但我们那个算是无意识的疗愈吧，我觉得就是放空。对，就结束之后才觉得哇，打了一整天游戏好废好疗愈哦。可是身心一切的疗愈是在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就已经意识到我们要疗愈了。就已经是内心就是心理状态跟就身心都准备好的状态。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如果玩游戏的话，我也可以是想说，我为了疗愈我要去打游戏，就我准备好要耍废这样，我要耍废一整天这样。可是因为我觉得差别是在像那种无意识的疗愈，我打一整天游戏，打完游戏之后感觉好像很疗愈，可是空虚感特别快。我懂，对，就好像按摩完之后当下很疗愈，可是很快又要再付钱，又要再去按摩一次。是，可是在决定要去按摩之前，在付钱之前，就已经决定好，我今天的疗愈项目就是按摩。我觉得那个疗愈感比较长。我懂，就是它好像是一种，就是你发现问题跟没发现问题。对，就你如果发现问题，你可能就可以很明确的跟师傅讲说，我就是肩颈酸痛，帮我针对肩颈放松。可如果没有意识的话，你可能就说，我就是好累，我想放松。可是师傅就是然后都按，然后身体是放松，但是没有解决到那个问题。也可以这么说。对，不是很会形容，很会形容。那身心灵界有这么多种疗愈，像什么现在很流行颂钵啊、水晶疗愈啊，还有什么就是按摩的一些自由疗愈，就是能量按摩啊，这种各式各样的能量疗愈，像他们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跟我们平常这种就是玩游戏的放松是一样的？我觉得多少有区分。像我们在身心灵界的疗愈，可能就会分成是物理上的疗愈，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或者是感觉不到。像物理上的疗愈，我们感觉不到，就可能会是能量、水晶的疗愈，或者是那种灵气的疗愈，或者是感觉不到，对，能量方面，我们身体会去接收的。然后感觉得到，就可能是按摩，就是经络啊，对，经络去放松身体上的按摩。然后还有分精神上的，精神上就是比较针对我们的意识去做跟动，像说催眠啊，或者是諮商，或者是塔罗牌的解牌，都算是。现在比较像是对，就是心理諮商跟潜意识层面的。对。你觉得玩游戏算是哪一种？精神，我也觉得是精神上满足到精神上。对，物理手指有运动到那种，稍微累一下，但是精神的变动大，蛮好笑的。所以听起来好像身心灵界是比较有目的性，因为它必须要达成某个效果啊。对啊，对，所以这是跟我们一般可能就是去按摩跟玩游戏最大的差别。因为像我们比较没有针对性的疗愈的话，举例来说，玩游戏让心情变好、舒压，它就是一个你需要常常做的事情。你可能每天下班的时候都想打游戏。
对对对，但是有目的性的，例如说肩颈酸痛，或者是我感觉到我好像在感情上面有一些轮回，需要去做跟动的话，那我就是久一次。因为当你要发现到问题的时候，也是需要时间去练。懂。那这样听起来感觉疗愈是不是有一种中毒性？因为像对啊，所以那因为我们一般比如说去按摩时也会有中毒性，然后玩游戏也会有中毒性，那身心灵这种东西应该更高吧，因为超爽。那这些疗愈到底能帮到我们什么？我觉得也要看疗愈的深度啦，也不一定是说，假如说催眠的疗愈深度很深厚，可是不代表你每次去做催眠都是解决问题的深度都一样。那可能会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催眠师的状况或者是个案自己的状况会有点不一样。就算我这次给你疗愈的100%把问题解决了，也不代表下一次我找你做疗愈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对，而且人家说不是像潜意识跟就是心理师上手，它像是洋葱一样，就是你要一层一层去往内，所以可能要透过一段疗程，不一定。有时候是解决你真的准备好要跳的时候，你不管那个能不能跳到对面，但其实你都在跳的时候，但其实也是要知道本人有那个意志力。对，那个时候就不是剥洋葱，那个时候是把洋葱剖开。哇！像颂钵，像那种能量类的话，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说哪一种疗愈是我现在需要的？其实就爽就好了，就因为我觉得不管哪一个方法，它的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好像可以分为身体层面上的，或者是精神层面上。像说，假如说，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好了，我有异性恐惧好了。这个异性恐惧可能是来自于以前有一些不好的经验，可是这种经验你要靠水晶疗愈或者是颂钵疗愈解决，对，这一定是要从精神上面下去断食。对，那如果我今天只是因为最近压力很大，肠胃很不舒服的话，那个我就不一定要从精神上，我可以从颂钵，也可以从水晶上面去做协助。那因为像我们一般讲的是外面这个就是可能情绪体嘛，比如说一开始可能比如说能量上面会有影响，然后到能量越深入，深入一直累积的话，就会影响到你身体层面。那当比如说我身体已经有不舒服的时候，那我应该要直接去找，比如说精神方面的疗愈，还是说我应该先解决目前身体上可能能量上面先放松？哪一种会比较好？我觉得看严重程度如果假如说今天这个人他是因为我又要举一些极端的例子，假如说因为年老的关系，他导致他的精神层面上出状况，然后身体层面上也出状况，已经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当然就是直接从身体上、物理上的疗愈开始，先吃西药，西药先给他下去，先把症状先阻断，对，然后再去做处理。因为假如说今天压力大，然后影响到心情，影响到身体的时候，我个人就会觉得两边都要一起，同时下猛药这样。可是猛药不一定会有效啊，就是真的就是要多尝试。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这种多尝试好像就是把钱丢到水沟里面的感觉。可是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因为像我们生病的时候，就是很多状况，就是我们也会去，比如说中医也看啊，自然疗法也是，然后西医也看，然后我们要去找到好像比较就有时候不是说哪一种就最有效，好像就是也是要去有一个试错时期，就是要去试才会知道哪一种对自己最有帮助。试的错可多了。那这样我们一直去疗愈好，那我们就去找不同的，因为一开始已经没有接触过，一定会想试试看。那试了之后呢，那我们的疗愈到底要疗愈到什么时候？就是它是一个有周期嘛，比如说有什么，比如说可能颂钵就应该要大概做个4堂1个月，就1个月4堂，或者是干脆就是几次没有限时间，就是可能1年内我可能来个2次就可以。这真的没有一定我觉得它很像在买
买粉底液的感觉。买粉底因为你花很多钱在买各牌的粉底液，嗯然后都在试有没有符合自己的皮肤的状况，可是它又关系到你的身体好不好，你的免疫力够不够，然后冬天夏天就要用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又关系到你化妆之前用的是什么保养品，有没有敷面膜？所以天哪，对啊，所以疗愈可以说是一个不规律。不能说不规律，就是我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这个人的问题，就是透过疗愈梳理到一个阶段，就是哇，我已经都没有问题，我潜意识也很明了，这样的就是人生都没有问题，不需要疗愈。有这种状况吗？应该有，还是会有。好幸福的人哦。我觉得那个关键是，有没有健康的看待这个世界所有的发生，跟有没有健康看待自己应该要去面对的真相。像是对啊，就是今天如果我是个商人，我有没有觉得我要赚钱这件事情是健康的？像我就会很正大光明的说，我就是要赚钱，我不会觉得赚钱是最低的，对，没错。了解，所以，这疗愈感觉好像，就是像按摩一样，好像一辈子都会多少有点需要它。会一直都需要，而且以刚刚那个化妆品的举例来说好了，假如说今天你买到了一排又贵，然后又不适合自己的粉底液，可是当你今天真的做好准备，面膜都敷了，然后再上那个平常用不好用的粉底液，说明那粉底就好做，一次到位。那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这么好，懂。对。所以疗愈就真的还是要靠，就每个适合不同人的方法。对，就是要一直试下去的，没有尽头。而且我觉得大多数人会觉得疗愈没有用，或者是疗愈是一个浪费钱的事情，是因为大家会把自己有没有变好的责任丢到对方身上。你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但其实能不能改变，有时候不是在疗愈师本人的技术跟能力，是在本人有没有去认知到跟改变。没错，这就是心态健不健康问题。对，所以我如果这样讲，对，比如说对初学者刚踏入疗愈的初学者讲的话，我可不可以这样建议他们？就是如果你只是想抱着玩玩看、尝试看看的心态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很大的几率对你有效。所以你如果真的想要处理问题，或者想要改变这个事情的话，你可能要先把自己的内心想法整理好。你是要先做好要改变的准备。我觉得玩玩还是玩玩他们可以玩的地方，就是送钵啊，对，催眠也可以玩，但是不要抱持着我只是玩玩看，可是没有得到疗愈的效果，就觉得有点失望。对，那如果就本身就不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对，因为真的还蛮多人就是会讲说，那个骗人，尤其是灵气，因为灵气是真的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也不是说每个人感受得到，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热热的，它完全就是一个没有工具。然后因为本身人就是需要一些现实的东西去相信这件事情，可是因为灵气就是什么都没有，它就只有要一双手，对，所以大部分都比较怀疑灵气。但你觉得灵气很有趣，灵气真的很有趣。对啊，我觉得灵气很奇怪，好奇怪，因为它就是这样子嘛，然后接能量下来，对，然后去疗愈对方的身体，对，然后比较敏感的人，他如果那个疗愈师的他在做疗愈的时候，突然想法跑掉了，那个人是接受得到，就会可能麻麻热热，突然又断掉的，或者是突然感觉到那个疗愈师在想的事情。那像你这样讲，你看我们现在身心灵界就是太多疗愈师了，那要怎么去选择一个好的疗愈老师？就是要怎么选择这个帮我做这个服务的人？有没有什么几点就是需要审视的点，才可以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完全有点难耶。但我个人会建议说，可以先观察对方的页面，看他的发的文，或者是他私底下发的文，也不要看他私底下发的文，
因为工作跟私人的那个样子是不一样的，像我工作私底下是不一样的。怕人设崩坏这样。我觉得这崩坏是一定的，就是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我私底下就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但是呢，并不影响我想要帮别人的心啊。是的，对啊，就反正我私底下又没有要帮谁，我就愤世嫉俗啊。那主要是要看这个疗愈师他的思维有没有跟我有match到。对，你要观察他一阵子，发现他发的文都好像很 OK，之后你再去预约。当然你也可以都不要尝试啊，就像买化妆品一样，你也可以盲买，就看评价的。应该疗愈师应该很难有评价这个东西。对，会有吗？会呀、比如说有人说哇，这个老师好厉害哦，解决某什么问题。因为感觉那个都是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有碰过，就说那个蔡生老师不错，但是你很难在网口上碑介绍。对，如果你在网络上查得到那个疗愈师的评价，通常都是爆黑料。好，因为有出事才会分享。对对对，可是每个有疗愈师一定会出事，一定会有出事的时候。因为我也出过蛮多事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人之常情。但是出事，因为这个方面，因为这个东西不像是，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没有个标准，所以这个东西出事是有很多的原因，对不对？有时候不是疗愈师本身的问题。对啊，对，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就是你也很难说清楚那个原因在哪里，因为没有标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疗愈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好的，所以稍微有点没有达到预期那个就会是出事，因为稍微没有符合那个预期，个案如果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好不好是对方的责任的话，那个翻车几率超高的。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可能去做金钱灵气，然后我做完之后居然没有中乐透，然后可能就会你就对他的错，对我就会过来疗愈师说，哦，不是做了金钱灵气吗？为什么没有效果？为什么没有中奖？可是我觉得这件事也很奇怪啊！你怎么会期望花？我不知道灵气要多少钱啊？你怎么会期望3600一次的灵气疗愈，你就要中好几亿头奖？很奇怪啊！就是有这么多人会这样想，那就大家真的这样的话，大家就看反过来再一个例子，你看从小到大累积这几十年的一个家庭创伤，儿时创伤，也有很多人会期望花个可能3600一次1个小时的咨询费，就期望可以解决掉这几十年来的这个疙瘩，那就代表他对这件事情心态是不健康的，是不是？因为他就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他需要自己去解决的，他觉得3600就有人对他把自己的问题丢给疗愈师去帮他解决。没错，而且以金钱来说，好了，我今天作为一个金钱疗愈就要中头奖，可是这个东西，它要去穿越或是跨越你从小到大家庭给你的金钱的印记是不可能的，是，对啊，理解。今天感觉要跟 TT 聊，又多了一点对身心灵界这个关于疗愈的一些认识。我觉得他是我之前是他的客人，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太喜欢水晶了，买到变好朋友。所以说实话，我的身心灵启蒙也是靠 TT 帮我启蒙了很多这样。哎呀，然后我很喜欢跟他聊天，因为 TT 是个非常非常理性的，就是他虽然也能感受到这些比如能量方面的东西，可是他都会用脑袋就是去实证跟找方法解释，就非常的逻辑。你不喜欢感受类的东西。OK， 了解。那爱的感觉是什么？我要理清啊。对，是没错。而且反正现实世界本来就是靠左脑袋运作，你就是要即兴去让人能理解，才是能。你讲那些虚无缥缈的说人若没办法理解，一点帮助都没有。没错，没错，你不能只是觉得我今天没有想要吃饭，你为什么不想吃饭？要理清楚哦。好啦，谢谢 TT。那以后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可以请 TT 就是帮大家解答一些问题啊。如果你们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再拍其他的主题给大家。好，记得订阅小铃铛。是这样吗？会。谢谢大家，拜拜。